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象迎新春。我们送走了旧岁，迎来了新年，也迎来了地球转运的大日子。2024年2月4日，立春一过，地球将连走20年的九子离火运。九运五行属火，这个运势如同一把炙热的火焰，外滑而内虚，仿佛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火是光明的，能燃起万物，能点亮希望；另一方面，火是危险的，人类容易飞蛾扑火，玩火自焚。九运一开局，2024年，世界似乎进入了失控状态。未来的20年也注定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希望的时代。九运的大势已经开启，谁是未来的王者？哪些行业最有前景？朋友们要如何准备才能逢凶化吉，大吉大利？今天我们总结参考了拿督郑国建等多位命理专家的预测，一起来把未来20年的大旗好好立起来，乘风破浪而不倒。您准备好了吗？中国古代的先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经过漫长时间的观测，发现太阳系各大行星的运转与地球上的自然和人事的变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规律性的联系。每隔180年，太阳系的9大行星就会同处于太阳的一侧，分布在一个小的扇面内，形成9大行星的大汇合。古代天文学家称其为9星连珠。这种天体运行规律循环往复，永不改变。古人洞悉了这一天机，创立了划分时间的3元9运体系，以180年作为一个正元，每一个正元分为上元、中元、下元，每元60年，再分为3个运，每运为20年，从而构成了完整的3元和9运体系。郑伯健表示，我们现在正处在时间周期的下元9运。9运之下的第一个新年是青龙年，干支纪年称甲辰年。天干甲属阳之木，地支辰属阳之土。甲木好比参天大树，它的成长必须破土，它的茁壮必须向下扎根。而甲辰年的值年卦是雷火风卦，天雷勾动地火，似乎会将9运之火烧旺，万物昌盛，如日中天。但是雷在天上响，火在地上烧，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在蓄势待发，暗潮汹涌。所以9运一开始，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稳扎稳打，才不会风吹树倒。另外，凡事适可而止，见好就收，把握好尺度。2024年整个流年八字的盘都在冲和动，代表9运的第一年会是很具斗争和对立的情势，是一个大凶之年。刚刚过去的8运是从2004年到2023年，8运对应了八卦里的艮卦，五行属土，代表着平稳的能量，所以属土的房地产和建筑业等都在过去20年里全面起飞，让很多人也都赚得盆满钵满。另外，艮卦也代表少男，所以年轻的男性比较容易功成名就，适合他们的职业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从各行各业的名利场到福布斯的富豪排行榜，都出现青年男子领军挂帅的场面。娱乐圈的小鲜肉们星路也是畅通无阻。当然不是说9运一开始，8运中本来很兴旺的事物马上就会冷却下去，一切都需要时间和过程。从2024年开始的10年内，8运里面的一些兴旺的事物才会慢慢的消退，而在10年后，9运的一些新兴事物才会正式迎来属于自己的荣光。另外，因为火生土，所以房地产行业虽然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风光无限，但是依旧会平稳发展，需要大家理性的投资，毕竟暴利的时代还是过去了。和8运的小鲜肉们的受宠不同，9运的到来将开启才女的天下。
九运对应周易八卦中的是离卦，离为中女，所以未来称霸世界20年的将是中年女性，她们成了各行各业的香饽饽，将以亮眼的成绩登上世界舞台，迎来大火的时代。女强人、政商界的女性风云人物将成为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事实。火主光明与文化和信仰有关，九运会带来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思想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都会极大繁荣，尤其是传统文化和国学将重新受到重视，言论更加自由，文人将大有用武之地。各大思想家、文学家、作家、艺术家、书法家和画家都将崭露头角，或许会出现新的文艺复兴和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各种文化思潮将会在碰撞中逐渐融合。敌为心，身心灵层面的提升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们也都更加注重内在精神的需求。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风水师和命理师在未来都会是越来越火的饭碗，这回终于轮到玄学界了，冥想和宗教修炼活动也将广受欢迎。另外，人们对心灵和梦的好奇和热情增加，研究人类心灵和梦的机构将会增多。敌为利，象征多彩，孔雀五彩缤纷的羽毛，人们更加注重产品的外观和人的外貌，外貌协会的队伍会越来越壮大。前面提到，未来20年将是中女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女性的消费能力大幅提升，在影视明星中，上了一定年纪的女星也将更受欢迎。因此，女性饰品、医美、时尚、美容和化妆行业也会持续兴旺。只要实用就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会追求个性化的美丽标签。敌火也代表科技，进入九运，人类将进入未来的科幻世界。然而，虚拟世界虽然会像现在的游戏一样流行，但并不能满足你在现实世界的所有需求，或许更会带来逃避现实的心灵空虚与煎熬。虚拟和虚假一起来了，人工智能将取代大部分人的工作，或带来全球化的失业潮。另外，未来的人类将不会有隐私，监控的大数据会成为全球的重要资产和计时炸弹，人们将永远活在科技的牢狱中。五行属火的行业也是会在未来20年内火起来的行业，其中包括电子和电力、电子产品、信息网络与通讯、新媒体、照明和光学、视觉艺术、影视行业、美术字画、文书法律、医药、化学、能源、航空航天、娱乐和旅游、心和眼科、花店和宠物店、美食与餐饮行业、健身行业、射击、打猎和马术运动。有的朋友会说，电子、医药、餐饮、娱乐、旅游等行业一直都很火的，那么在未来20年，他们还会一直火下去。另外，离在方位上代表南方，旺南方，大多数的南方国家、城市和区域都会迎来黄金时代，获得社会的支援和优先发展的机会。下面再说说九运中会发展不利的行业，因为五行水克火，贸易、物流、交通运输等属水的行业将发展迟缓，而火克金，机械、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也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交通工具都属金，汽车将面临大进化，无人驾驶汽车技术日益纯熟，新能源交通工具也将大行其道。金也代表金融业，也就是未来的传统金融业将受到很大的威胁，如不转型，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电子银行和虚拟货币在未来20年将会取代现实的实体货币。金融世界中，游戏的玩法也将被各玩家重写。在九运中，离卦在人体为眼睛，人们对眼睛的保护更加重视。但是近视眼、散光甚至各种眼疾将进一步蔓延，各种眼科医院将人满为患，近视眼镜、眼药等产品将更加畅销。离也为心脏、血管，还要特别小心心脏病、心血管疾病、火烧伤、烫伤、放射性疾病、乳腺疾病和妇科病等的多发症状。另外，九运中家庭小型化，分居、独居现象也会较多。离为干燥，火性炎上，
所以对于树木而言，象征枝干枯槁、火旺消木、山林火灾必然严重。但旱灾也不示弱，干旱特重，农作物减产，火旺水枯，气温上升，全球也将会进一步变暖。9运还会有较多的火山地质活动，需要小心留意天灾和意外发生。敌还有离散盔甲和戈兵的一层含义。火代表军火、军事争端、火器、枪支和战争。火的能量是急速的，导致人性急躁。人与人之间常有矛盾，国与国之间亦有冲突。火也是一种有攻击性甚至毁灭性的力量。2024年9运刚开张，天下已是烽烟不断。未来20年嘈杂的世界，恐怕不会是太平盛世。火势越烧越旺，还会有更多的战乱。各阵营对立将会白热化，蠢蠢欲动。海域争端、核弹隐忧等等，人类正在制造更多的理由让自己灭亡。别忘了，2026和2027年还恰逢赤马红羊节。很多中国人相信，每逢赤马红羊年必有大事发生，比如天灾、战乱和皇帝驾崩等等。欢迎大家去看我们之前的相关节目。敌火也主革命，不仅是指思想、经济和科技各个方面的改革和创新，也是指民众的抗争此起彼伏，社会上层将会迎来大的变动。讲完了9火运的一些基本预测，希望可以帮助朋友们提前做好必要的准备和布局，在新旧交替之时站稳脚跟，在未来中成就更好的自己。同时也提醒大家，在之前的很多预言节目中，我们也都说过，所有的预测只是供朋友们参考。斗转星移，世间沧桑，天地人与万事万物或许都发生了变化，真实的天象我们一般人就看不到或看不准了。我们还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进一步探讨一下9火运，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思考。香港命理师风水豪认为，从2024年到2033年称为丙火年。丙火是太阳之火，性质刚猛，丙火将烧尽世间一切不应该存在的东西。那么什么是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呢？就是那些大奸大恶，那些不好的东西。丙火一定会清除它们。也就是说，接下来的10年是上天对人算账，赏善罚恶，让人买单的天罚之年。台湾风水专家简淑慧女士也表达了这种相似的观点。她认为，新纪元就要来了，很多旧的观念、旧的体制是有一些问题的。火运就是太阳，太阳就是能照射所有的黑暗，那些黑暗面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会一一冒出来。因为时间越来越紧，所以速度也会越来越快。太阳一照射，所有的事情都将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么在如此社会黑暗、人性扭曲的时代，人类还有没有机会做出改变，过上踏实安稳的生活呢？让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周易》中对离火卦卦辞的解读。离为火卦，为64卦之一，是第30卦，简称离火卦。卦辞是离利贞，亨畜聘牛吉，就是说离卦表示坚守正道，就很亨通。正道是什么？正道就是天意，服从正道，听从天意，则大吉大利。那么母牛又象征什么呢？有人将其解读为和女性有关的事物，但是也可以理解为母牛是一种比喻，就像西方宗教中用羔羊来代表听从上帝意志的人。也就是说，无论男女，顺从天意则吉，违逆天意则凶。另外，每一卦都有6行，每一行叫一爻，其中一句是屡错然敬之，无咎。就是说，即使人走错了路，但只要能及时走回正道，敬遵天意，结果也没有发生什么灾祸，也可以得到平安。9子离火运就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其中必然蕴含着更深更远的时运和天机，我们都还没有讲到，欢迎朋友们一起留言讨论。
九运必将是一个日新月异、变幻莫测的新时代，就如同火一般，充满力量又变幻莫测。新旧交替，机会与挑战并存，但只要我们能以善为本，回归正道，必能迎来未来美好的20年。